他第一眼看到我，他就已经认定了，就是我要跟你走，就那个 feeling 了。我每次回来，他会 greet 我，跟我讲 Hi Hello 爸爸。我的另一半是属父，爱说波拉，从早上到晚上都有风扇在吹他们的。我偶尔会把他们搬进去房间，给他们吹冷气啊。属父是他的另外一半，我是好像第三者。一只1.5公分不到的小东西，有人觉得可爱，有人觉得恶心。它们不是昆虫，属于等足目甲壳类，饲养者称它为属父，也称西瓜虫。上千只属父悄悄地钻进了北部一户家庭，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这对年轻夫妇的生活。好像蟑螂爬来爬去，只是它没有在地板爬而已。这边是那个比较像蟑螂的那个，我老婆怕的，所以他们会比较大一点，动作会比较快一点，扁扁的啦，大大的，好像蟑螂啊。其他的是比较小、比较圆圆的，所以比较可爱。属父的价位从几分钱到上百元不等，这被称为小黄鸭的品种最受欢迎，一只叫价30新币。从事室内设计的黄进福投入许多时间钻研属父的相关知识，家中的属父也逐渐增加到36个品种。每一次他们生是差不多20到30只了，每差不多4到6个月，他们都会生一次。进福的哥哥黄进顺好不容易才明白弟弟的新宠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物。没有听过在新加坡有人养这些宠物，但是也是去调查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的，那也是发觉到蛮好的，对环境也是蛮好，也是蛮可爱。应该不会同意啦。No， 就是一个喊 no。我的老婆 no， 他的老婆 OK 啊。我也是说 no。在属父进驻黄家之前，进福也曾经顺从过妻子的意愿，配合他养蜗牛。我就收集了小只、中的、大的，我就会 name 他们 as 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小孩子，人就开始累积，就可能到大概7、8只这样，就 one big family。他们一次过生是差不多40到50个，是蛮多个的。这有一点恐怖了，大多数都是我在清理它们，你没有去清理了，它是有一点臭了。那时候我在网上找的时候，看有什么东西还是有什么宠物可以跟 snails 一起生活在一起，然后我是找到这个 isopod。那时候我看它们，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啦，有大有小的，也有不一样的种类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嘞。好像Pokemon 这样可以 collect 很多只嘛。我不得已的接受，他找到他喜欢的兴趣，那我只能放生那个蜗牛。先来后到，这8只鹦鹉陆续出现在30岁的胡丹伟生命中。它们其实都是宠物，只有其中的一只是另一半。而那一只其实就是 Zacky 那个最大的那一只，它是差不多在 COVID 之前买回来的。大鸟通常没有这么快的去信任另一个人，但是当晚它是没有犹豫的，就是我手过去的时候，它就直接上了我的手。明明Zacky 是一只金刚鹦鹉，今年约7岁。以鹦鹉可活70、80岁以上的寿命来说，它还算是个小朋友，但是它却出现自残行为，脖子上戴着项圈是为了防止它咬伤自己。
买时候就不懂他有什么情况啊，差不多1、2个月之后才发现他的个性开始改，然后他就开始咬他自己，折磨自己。我们的猜想是他可能在之前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啦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也不会知道。他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完全秃的，就是他完全没有毛。他会在某段时间，他可能就会很暴躁，然后发泄不了，他就把自己的毛给咬了。然后有一段时间，我记得他把他自己的翅膀给咬了，然后整地都是血。胡丹伟相信 ，Jackie 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。从事资讯科技业的她，平日工作忙碌，但只要一有时间，她就会和丈夫李明凯带着 Jackie 去放风。Jackie， 我们现在每次就带她出去玩，给她开心点，然后她就自己不会很 stress， 这样就不会拔自己的毛了。以后她就可以在天空继续飞了。它以前曾经是一只能在天空上自由飞翔的鸟。它的第一任主人其实是把它放飞的，然后就把它叫回来。在某段时间，它还是可以出门自由自在的飞。我们其实是在等它长回了，我们再重新训练，让它再飞。当我们去吃的时候 ，Jackie 也会跟我们一起陪伴。这样那个爱和感觉就慢慢培养起来。他刚开始其实蛮怕人的，我带他下楼，他看到小孩子经过，他都会喊，或者是脚车骑过大型物件pass by 怎么的，他其实都会蛮怕的。有啊，妈妈嘛。要真正让他接受我，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为了属父，黄进福不惜牺牲陪伴妻子的时间。他亲手为属父打造房子，悉心照料他们的起居。我去买那些这种通风的 vents， 说自己住那个洞，通那个洞，然后我自己放上去咯。说这种是比较好啦，因为它比较安全，不会掉，然后那个 vent 上面比较通风，他们也是不能爬出来啊，因为那个洞比较细。这个是那个木板，所以通常他们需要一个木板，所以他们可以躲住在里面，比较安全啦。另外一个他们需要的是叶子，那些死的叶子，因为他们会吃这些叶子呢，连还有墨鱼骨，因为他们需要这个 for 那个 calcium 嘛。准备属父的饮食，进福一点儿也不怠惰。刚开始养属父时，平常不太下厨的他，却愿意为属父动手切胡萝卜。为了让属父吃得更营养，他后来改为将多种食材磨成粉末。因为我花那个时间在他们的食物，比我花在我自己的食物更多了。也是花在比花在他更多了，那时候了。所以我吃的不比他们好。这个是我的保温箱，是我特地来买给他们的。这边里面全部都是保存24度，从早上到晚上的。所以因为他们是比较特别的，不能活在25度以上的。进福不忘对属父嘘寒问暖，他定时给属父浇水，也留心天气变化。从早上到晚上都有风扇在吹他们的。很热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把他们搬进去房间，给他们吹冷气啊。
丹伟家中养了8只鹦鹉，每天热热闹闹。去看到靠！哎呀，You 啊！它是我的第一只鸟，它的名字叫Cody， 它是一只母的。OK 这个鸟在新加坡其实不是说很常见啦，尤其是母的。它是我购买的第一只鸟，从I think 2014年到现在。它的个性其实是 wild bird 来的，所以你看它其实一直要往它的笼子上面跑啦。Cody 来了之后呢，就是尼莫，它其实是最叽喳的。每次在家里就会讲话讲个不停，然后什么早安啊、拜拜啊，甚至下雨了，他会叫我们收衣服。丹伟有了另一半 Zacky， 爱讲话的 Nemo 则渐渐变成他爸爸的另一半，他们似乎有了彼此熟悉的语言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他可以念佛，可能是我岳母以前在我家住，这样他就有在这边念佛，这样他就听了一段时间，他就跟上学了。如果他会听话，跟你好像交流，好像你跟他讲什么，他也会有反应。这样，你们还有爸爸，你没有这样，早安。早安！有没有下雨？有没有下雨？在主人的悉心照料下 ，Zacky 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。养鹦鹉可以带来许多乐趣，但照顾宠物却也是一辈子的承诺。我会把它的水和它的食物清理掉。这个过程看得好像很简单，其实不简单，因为每一个周末我们都花了大概6个小时清理5个鸟笼和2个鸟架。其实我不会觉得脏又臭，因为我为了 Michelle， 我愿意洗。其实我有2个另一半。因为这2个另一半都对我的心里很重要。第一是 Michelle， 第二是 Zacky。这个耗资万元打造的鸟天地，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一间5房式祖屋里，里头住了30多只鹦鹉。这边的是比较小的，这边的是 medium size 的，是中 size， 然后这边是比较大只的。为什么我要分开呢？他们有时候会吵架，会打架。那个大只的，可能他不是用很大力。但是对于那个小的来说是已经很严重的一个伤害，那我就避免这种accident happen， 我就做了3个不同的。拜拜。主人卢兆明是一位法式料理厨师，也是网上一个鸟群组的发起人，群组有超过6000名会员。有些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啦，没有办法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主人。就会把他们的鸟拿回来，放在我这边。等到我找到适合的主人，我就把他们 rehome 给那个新的主人，这样呢。兆明的鸟天地有如一个鸟儿中途之家。由于家庭和工作忙碌，兆明已经不再购买或收养新的鹦鹉了。其实为了养鹦鹉，我其实也是有跟家人，也是有跟太太有吵过架。现在越来越忙了，因为我们也有第1个孩子，第2个又差不多要来了。但是你说叫我放弃我自己本身的鹦鹉，我是觉得有一点难了。这一天，兆明准备和他的鸟群组会员一起参加在5吉巴都举办的宠物嘉年华。主办和
和参加过多次类似鸟类聚会活动的赵明和伙伴，对于如何打造一个鹦鹉天地驾轻就熟。我们希望可以给多一点 knowledge， 我们的 experience share with 人家，所以人家会知道怎样去take care 那个 parrot。胡丹伟和李明凯也带着他们的7只鹦鹉宠物和另一半 Zacky 来参加活动。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跟其他的鸟一起沟通啊，然后当朋友啊之类等等的，然后他们也可以跟公众一起交流。Zacky 呢，就是他之前有过一段不好的经历了，他现在对于外界，他其实已经算是适应了，所以现在只要我把它拿起来，放在任何一个人的手上，它都是可以的。赵明有时会在周末召集其他鸟迷，在他楼下聚集，让鸟儿集体冲凉。带他们下去楼下冲凉晒太阳一下，比较健康啦。给他们认识一点新的朋友，给他们一个 gathering 这样。赵明在鸟群组里有个德高望重的称号“阿公”，鹦鹉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找他，俨然半个鸟医生。金刚鹦鹉板板是他的鹦鹉群中让他比较花心力的一只。板板开始时脾气不太好，但身为鸟医生，赵明训练板板还是胜任有余。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宠物久了，你会知道他们的情绪，你会感觉到他是生气啊，他是害怕，还是他会饿，或者他不舒服，你会看得出的，别人看不出。板板在赵明家虽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，但在赵明的心目中，他始终无法取代已经死去的一只鹦鹉 Elmo 的位子。板板虽然在外形上和 Elmo 有点相似，但有些情感连结却是永远无法取代的。我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会 greet 我，跟我讲 Hi Hello 爸爸 you know。他生气的时候，他眼睛球，他缩到很小，然后他的毛都会很像 puff 起来，然后他就静静不动。他开心的时候，他会一直在那边呱呱呱呱呱，然后他会唱我们听不懂的歌，然后他会在那边跳舞，他头会这样，他会这样，他这样，然后他会这样他很开心。Elmo 在和赵明相处了3年多后，2017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。我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跟我说需要做 blood test， 我说 OK， 没问题，去做 blood test。最重要是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生病，是生什么病。After blood test result 出了，医生就跟我说，他做了 cancer。医生跟我说，他可能活不到了。所以我就带他回家了，带他回家，吃药咯，每天需要吃药。即使赵明不惜花费大笔医药费 ，Elmo 不久后还是离他而去。我只有收回他几根羽毛做纪念而已，其他的我就觉得应该要 let go 了，不要一直把它困在我这边。黄进福和妻子本来的2人世界，因鼠妇的出现被抢占了许多空间。家中的一个房间成了储藏鼠妇相关物品的储藏间，它同时也是进福的工作房。
有时候他会跟我讲，为什么你花这样多时间在他们，没有给我一点时间啊这些东西。叔父是他的另外一半，我只是参加一脚我是好像第三者。如果他这样子觉得他是小三连，我没办法啦。我觉得他们的个性跟我的个性一样啦，你不要吵我，我不要吵你，我自己安静在我自己的生活这边，我觉得跟我的性格是蛮配的了。目前我还有蛮多兴趣，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有一些是比较困难养的，我要学会这个 skill 我觉得是蛮 fulfilling 的啦。就在那一天，他选择了我啦。基本无论他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都会照顾他。其实鹦鹉是蛮有灵性的，它很像小朋友这样。We have to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our parrots.